好 ，Q&A 时间开始。好，还在线上的，3、2、1，有谁想要第一炮的？今天这样的速度其实有点快啦，说实在的，就是可能就是会比有些人可能有一些抽象的概念比较没有办法理解，比较抱歉的。没关系啦，刚才你不是有讲到重点吗？就是给大家概念嘛，不是吗？你已经给了非常重要的提示，直接1小时精华就是结束这样哎。对，精华就是想要再仔细听的人就回头来看我们的影片好了。哦，叮咚，来，冠轩是吗？冠轩，来，请。伙伴好，我想请问老师，就是叫我光光就好了，来，叫我光光就好了。我已经下班了，下班就不是。请问光光，就是刚刚的设计是线上的1节课，然后就带他们这样经历到反思吗？对，还是有对，1节课。那请问最后的4F 反思是就是一个小队1张投影片这样？你说最后的反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最后4F 的反思法是说小队派代表出来写就好，还是每个人都要写？基本上可以看你怎么操作。我那时候的操作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不是用 Google Meet， 我们学校那时候是规定用那个 Microsoft 的 Teams。那 Teams 有个好处就是它有一个所谓的作业上传区，所以我等于就是把学习单，不好意思，我喝个水。我把学习单都先上传上去了，所以他们体验完之后呢，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写反思心得单，然后再回传，我再下载来改。所以就像我们在实体课会操作，就是给他学习单写的概念是一样的。我不知道这样讲你们能够理解？有，那所以学生就是要先学过16方位这些，他们其实会比较好操作。对，就是我们就是一步一步带他玩这件事情嘛，就是先让他去模拟，然后来让他去，就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玩，然后接下来给他方位，然后开始让他练习走啊，然后再接下来让他去实际的去带那个，就是给小队长刚刚的那一张表啊，然后让他去把那个路线走出来。对，谢谢。谢谢冠轩的提问哦，谢谢冠轩的提问。好，那还有接下来有谁想要提问？好，这样子好了，有想要提问的随时呢就发出声音，没有的时候我们小德就是你了，来优先请。好，认真的小德，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想说，这种的话是要设计在幼童还是在幼童以上的那种课程会比较好，因为像刚才那个张图的话，我觉得幼童应该打不出来，太难，所以你可以改编啊。就是用幼童可以简单一点的，教他至少，比如说8方位嘛，不要到西北西北，或者北西北，或者东南东，不要那么难嘛。你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对不对？你就是16方位、8方位或16方位，对，8方位啦，对不对？8方位，对。那你可以变成是，如果今天是实体的团集会，那我就会玩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比较倾向是因为幼童你给他这样子太抽象的，给他那边他没有办法理解，你不如就在地上铺了这样的一个指示牌，然后让他先知道方位的概念。我们先不讲绝对方位哦，因为有可能你的教室面向的黑板方向它就不会是北方啊。可是我们就是假定说北方就是在上面，那这样有个好处哈，因为我本身也是在教那个定向的。所以我们在谈定向的时候，我们都会跟学生理解2个东西，叫做一个叫绝对位置，一个叫相对位置。其实光是这个东西对幼童来讲，可能他就会有点搞不清楚了。对，的确。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来让他练习啊，比如说来，现在北方在这个地方，那你会在哪地方？那你现在这个地方是就是让他开始在体验的过程当中去理解到底方向的概念是什么。然后，如果你只是单纯的叫他说，来，现在站在东南方，啊，跑，好，来，现在你可以融入情境嘛，有一只熊来了，他从那个西北方跑向你了，现在赶快转身跑向北方啊，
好，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建构一个故事的情境，哦，然后他遇到什么困难呢？他要转向哪一方？然后他遇到怎么了，跑到哪一方？然后学生就会一直跑啊，跑的时候他们就要看方向。那他在跑的时候，你就是要跟他说要跑对方向哦，那边是东南方吗？看一下指示哦，快点快点，大雄要来找你了。哎，类似像这样子啊，小朋友觉得很好玩，他的体能动起来，他有觉得被满足，因为你要坐在那边看方位，我跟你讲，他一定就是底下叽里呱啦叽里呱啦的，然后觉得很无聊，然后不然这么聊天这样，你不如就是直接让他动起来，然后让他去跑。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幼童要做方位练习，最棒的方法就是直接让他玩定向，直接带他玩定向，因为定向就是一个看着图跑的能力。那定向的概念就是我们可以让一些高年级的带着低年级的去玩，那他们在过程当中就会学到什么叫做团队合作的解决方法。好。所以有关定向，各位对定向有概念吗？有听过定向吗？有了，我有。好，我们家小朋友之前学校的校长有在激励定向。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定向的部分多一点的话，我可以更改我的讲纲，我不用再讲这个，我可以下个礼拜直接讲定向。不会啦，我们可以后续再追加邀约嘛。对，追加就好了。对，对，因为我觉得定向会有很多跟童军的东西是真的很多是相关的，对，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带他玩定向，然后融入一些技能。那技能之外的方位，你也可以包含有一些小队的合作任务，比如说现在请赶快跑到东南方，那边有一封信，赶快打开，里面还有指示信。哦，他就是跑到那边，然后解一个任务，然后里面可能有个线索，然后到哪个地方，这不就是跟童军的追踪旅行的概念很像？哦，那你就把它设计在里面，然后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还要去跟谁，比如说来现在的任务就是跟另外一个小队说一句吉祥话哈，类似像这样，促进他跟队员之间的一种连结。所以我觉得童军的好处就是，我们不是只是单一的教你一个技能而已，而是透过这个技能，我要让你更大程度的去跟不同的人互动，跟不同的人相处，然后过程当中你就会学到很多跟人互动的道理，那些东西是我们老师、队长、团长教不来的，因为他没有办法教。真正的学习都在生活当中，他耳濡目染之后，他觉得哦，原来这样是这么一回事，他就会了。是真的。所以我的课程设计比较重视的是，我怎么样在我这样的教学过程当中去营造一个情境的脉络，让他不是只是学到一个东西，而是这是主要的，可是后面次要的这一些铺陈是帮助他有这个动力。啊，那我会往这个方向来设计我的课程。啊，这叫做情境设计。对，好，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好，谢谢，非常感谢。不会，这是很棒的问题。想上定向课，好，可以，之后这邀起来哈 ，OK， 老师已经应许我们了哦。好，太好了，那我们谢谢小德哈，帮我们套出了定向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顺时钟邀约了。雅茹，要不要交流一下呢？雅茹在吗？好，暂时没有声音哈。好，那没有关系。好，那板桥20220呢？啊，那个这一位他有那个留言板上有人问问题了。哦，来问课纲的问题。好，翰林，你可以开麦克风，请说。好，老师想要请问一下，因为我现在是修童军的师培生，这样。OK。对，想要问一下，就我们在设计课程的话，老师是从核心素养对到学习内容，还是从学习内容再去找对应的核心素养？这样会就是在教学上怎样会是比较通的状况，顺的状况？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有点大啦应该是说我们通常在学习领域里面，我们会有就是学习表现、学习内容嘛，对不对？是的。好，那你一定会先选定一个学习表现嘛，就是说学习表现才是我们的上位概念啊。
内容是配合学习表现来表现出来的。我这样讲，你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对，所以我刚刚是不是有一张图，就是说我们的核心素养有很多，对不对？3大主题轴，对不对？然后配合这个很多不同的次主题轴，我们还是要先确定说，到底这一堂课我真正的上位的那个价值是什么？那我要选择用什么样的内容来搭配？这个是一个所谓的顺向式的课程设计，也就是我先确定一个最上位的概念，然后往下走。那当然，你也可以变成是我先知道我有哪些内容我想要上，然后我们再来回推说这些内容比较适合用哪一个表现来引导。所以两者方法都可以，它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只是你要去因为你是师培生嘛，所以我就讲的稍微比较多关于教案设计，就是你要先能够知道几件事。第一个，你到底这堂课是设置几节课？是1节课、2节课、3节课？还是6节课，课的结束会取决于你内容的多跟少。再来，你的对象，国1、国2、国3不尽相同，但是课本上面国1、国2、国3都有它课定的。但如果你是自编，那又另外一件事情的。如果是自编，那你就要考虑到说，我今天这一批孩子，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我要来选择上这门课。在你们的师培应该有提过所谓的问题意识这件事情，对不对？每一堂课的素养导向都有个所谓的问题意识，所以这个概念就要去先做一个理解，然后再去选择学习表现。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就会形成双向性目标，再写出你的学习目标。这个就是你教案设计的一个脉络。简单的回复是这样子，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解决你的问题？要讲细，要讲很久了。我懂，好，谢谢老师。因为今天在场很多不是师培生，所以如果你有需要就是教案设计部分，我们可以再额外再来谈这样子。好，谢谢老师。不会。这师培的内容听起来挺有趣的。这个是我们自己本身综合活动领域教案设计的格式。刚刚雅婷有举手了。雅婷。嗨，大家好。我想要接着翰林问的，因为我也想要问课纲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写教案的时候，你会从学习内容跟学习表现上面去反思，就是学生要学到什么东西。可是你怎么转化那些学习的概念？就像光正老师你今天说的，你的学习的概念转化到生活情境的设计，这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课纲里面都是死的东西，可是你学生学的，你要培养他的是带着走的能力，是在生活上可以运用的能力。但你要怎么把那些死的文字变成他生活上可以运用，然后创造一个情境设计给他，然后他可以学到真正他可以带着走的能力，这是我想要问的。谢谢。你们的问题都要讲1个小时，很深哦。这感觉应该要另外开个课了。来，我直接好，因为我想问一下，有多少人对教案设计有兴趣的？麻烦举个手。就是因为今天综合活动，可能有人看到综合活动就会想要来理解。还不少嘞，4个。好，来，我分享简报，我直接开另外一个简报。我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这么矜持，好精进啊！没关系，那个想要下线就下线哈。我们现在开启师培授课的这个模式，这样。好，来，各位看到简报了吗？看到了哈，来，有。好，我们从生活来谈起哈。来，你看一下这一张图，你觉得左边的这一张，你觉得他在学什么？左边这一张他学什么？小火煤棒。左边哦，最左边哦。他要学什么？削木屑。答对了，就削柴嘛。对不对？削柴。那第2张图学什么？架柴，对不对？第3张呢？生活嘛，对不对？所以削柴、架柴、实测嘛。我们过去的童军是不是就只有这样而已？技能导向，对不对？好，那重点来了，你觉得刚刚的这个内容，它到底是聚焦哪一个童军的学习内容？这是童军学习内容哦。刚刚我们就以刚刚那个脉络，它到底聚焦什么内容？
你们告诉我编号就好了。CB51。对 CBIV。露营知识与技能，对，对不对？完全就是在讲露营知识的技能的学习跟野外生存的能力嘛，对不对？是，这是它的内容嘛。哦，好，那你觉得它可以聚焦哪一个学习表现？3AIV2。哦，感觉好像就是3V，就是3AIV2。那我想问一下，你真正要评量的重点，如果是3AIV2，那他如果今天是素养为导向的学习的话，那我透过学习生活技能，我只能够做这件事情吗？我的上位概念只能选3AIV2吗？有听懂我的意思吗？我可不可以透过这个所谓的消财、价财、实测，但是我的学习表现有可能会是2BIV1，可以吗？可以。那怎么做？来，那个谁说可以的？雅婷。来，雅婷看一下，如果是你的学习表现如果放在2BIV2，你会怎么设计？小队共同完成生活活动啊。所以技能会不会是你评量的重点？不会。为什么不会？也是其中之一，但是不会是完全的评量标准。因为评量标准就不会按照2BIV1生出来嘛。你去2BIV1查学习表现，它对应出来的学习评量规准就不会是在野外技能嘛。没错。对，所以这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说你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一定可以从技能去发想，但是它一定可以对应到更高层次的学习表现。这样你理解我意思吗？可以。那我们就来看到，如果是一个素养导向的学习，透过生活这件事情，它到底要学的目标是什么？所以素养其实在巨哲老师的概念里面因为之前我们在央团做很多的培训，就是我们所谓的学习表现，生活情境中的学习表现。所以内容跟表现我们要区分来看，对不对？来，哪一个比较贴近素养导向的叙述 ？A、B、C 猪哪一个？猪。为什么是猪？处理生活的议题。对，它有没有特定指称哪一个内容？没有。它是运用问题解决策略，当然你可以运用很多不同的方式，然后也有很多的策略。所以坦白讲了，简单一句话就是说来就是那个字看起来很多的，看起来很抽象的，可能就会是这个概念，对不对？那你看生活课程，你看了很有趣哦，我有研究过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户外休闲活动的安全跟风险管理这件事情是内容的话，它在自主学习这一块有出现。可是很有趣的是，它也有在探索体验这块有出现哦。这样你就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同样的学习内容都是同 CCIV2， 对不对？户外休闲都是跟户外休闲智能有关的部分，但是它可能会引射到不同的学习表现。所以户外技能如果作为学习目标，就是学会消财就达到任务了。如果作为学习内容，就是不同的技能做观念的统整跟学习。但如果它纯粹只是作为一种媒介，但是我不评量它，那它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所以我停在这个地方，就是回答跟刚各位的内容，就是我们在写教案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说，我现在教这个到底是工具还是方法还是目标。那不要把目标当成是工具，也不要把工具当成目标，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层次，当你在撰写的时候，你就可以很清楚的去看到你怎么从学习表现跟学习内容去交织成你的双向性目标，所以学习目标就会变得非常的重要，你们就不会只是完全停留在认知、情意、技能这样的一种目标的写法，就会落入一种就是很难去平衡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这就是慢慢练习去写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以上这样有解释清楚吗？有，很棒，可以，谢谢。不会，好。
谢谢公正，谢谢雅婷的提问。那我们接下来好，一样是照顺位哈，就来还要看谁有什么想要提问的。那小德提问过了，翰林提问过了，那瑞泰团长有要提问的吗？叮咚，好，瑞泰不在是吗？那冠轩呢？没关系嘿，冠轩应该有问过了，问过了，好，那跳过了。那蓝团长呢？大家好。好，我其实也是面对这个写教材教案的这个困境，主要原因是我不是专职的教师，所以我的头脑其实每一个礼拜都在想，到底教这个技能，我们这里通常是说技能啊，因为我们这里还没有一个完善的课纲嘛。是，我都每个星期我都在头脑都要想这个，我本身也是常常有在这方面的矛盾啊。刚刚你们实际上刚刚你们说的那个 CCIP 是不是？我其实还搞不懂是什么嘞。没关系，我跟您解释一下哈。我刚刚给各位看的那个东西是我们自己本身那个教育部规定，我们的童军课是我们国中的正式课程。马来西亚应该没有童军课这件事情。团长是在马来西亚吗？对，我们这里是没有童军课。对，我们是有的，这里是童军活动，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所谓童军课的这个课。那所以教育部这边就有规定，这个课应该怎么上，内容是什么，它有个规范。那我比较建议你的方式就是说，回归童军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制度。我们不是像我们自己童军团也会有所谓的初级、中级、高级的这些检定嘛，或是考验嘛。对，直接用这个所谓的3级考验的晋级考验的标准，它应该有所谓的晋级考验的手册内容。童军会一定会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初级它应该要什么样的训练啊，群体方面啊，卫生环境啊等等的。那你其实就是按照童军会它的这个晋级考验的目标，然后来一个一个带领我们的孩子去学到他相对的技能。我觉得这样子对童军团的运作是比较适当的。那你就有一个可以参考的标准。那更好的方式就是你带完了这样的训练，然后也鼓励学生参加考验，所以他考的内容就会是你教的东西，他才不会觉得说我上了这么多，然后我又没有一个好像可以获得什么证明说到底会了没。所以我比较建议是童军团的课程设计就完全用童军团的模式处理。所以小队制度、徽章制度、荣誉制度，透过我们的考验的方式，把它变成是你团级会当中的一个任务的架构。所以新进团员来了，先做初级考验。初级考验一定要学的什么东西？比如说一定要学基本的绳结，要了解落归名，要知道制服、手号操等等的这些东西，就用团级会的方式，让学长姐会的人下来教。那这样的一个模式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传统。所以不用每一次都要团长下去教，你可以训练已经会的伙伴让他教。那他教的过程中，在旁边陪他，哪些地方讲的不好，哪些教材用的不是很适当，我们再来做检讨，再来修正，这样子小孩也会成长。这是我给你的一个回馈，这样子。谢谢。我现在就是在其实我现在是在参考这个新北市的童军教育补充教材，我在参考他们的这个一些课纲来再教了。在这里，它第一个项目是教学目标，第二个是教学活动示例，然后第三个是教学活动示例说明。我现在就在倾向这个，因为过去我们实际上就很简单了，就是说今天教生火那你就先教团员用一些可能就削一些木屑吧，削一些木屑，然后我们这里有棕榈树椰子树，可能我们就会用它的绒毛吧，就当作是火影，然后细材、粗材、中材、架材，我们就这样子就教完了，可能10分钟就教完了，然后你们就自己去
是啊。那现在开始去思考，就是说，在这个过程里面，到底他们有什么能够启发他们的？他们是不是只是会这个技能，而不懂这个教学过程或者说能不能启发他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延伸不是延伸是延伸。这个就上个礼拜我在教那个引导人嘛，所以我上个礼拜就提到那个引导人的项目。我觉得你的这个回馈很好，就是会去思考到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跟他的生活产生连结。那其实你也可以鼓励他先不讲答案，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我们讲科学实验，不是要做很多不同的实验来证明吗？那比如说光生活好了，可能就有不同的素材，所以你甚至可以请学生去观察说比如说你用这个所谓的这个椰子树的旁边的这个叶子，或是你今天是对甘草，怎样的火能够烧得比较快那烧了多久？你可以融入这样的一种我们讲科学实验的概念，让他们去进行操作，然后甚至归纳出来一个他们得到的一个经验法则，这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毕竟你们不是就是他不是学校老师嘛，所以他也不用什么一定要为了什么考试做什么，只是说你可以用这个方式在过程中让他们可以有一些自主去探索的机会，而不会完全就是团长叫你去哪边拿然后来做，你可以完全都不讲，但是你可以给他一个框架，今天所有要做的素材都在这个地方，但是你们要把它成功烧起来，然后你们要先写一个所谓的生活的一个报告，比如说我要选择什么柴，原因是什么，那接下来我要先点哪一个，先把逻辑写出来，之后按照你这个计划来捡柴火，然后来烧的时候来记录一下我们花了多少时间，结果如何有没有把爆米花烤熟等等之类的，我们再来讨论。所以这样的一个历程，学生他就会学到做一件事情之前，他要先去观察，他要先去做分析，先列表，然后实做完之后再来做检讨。这个其实就是在训练他思维，就不会只是让他学会生活而已。我不知道这样讲，他们能不能够理解这个概念？是的，是的，我就因为我参考了你们这新北市这一套，算是我花比较多时间去了解的。那我发现到贵国在编这个课程，虽然是一个县同心会编的课程，但是可能是教育局吧，县教育局编的课程，但是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用2个字来形容，叫惊艳啊！竟然能够把它编得这么好。对，因为我们本身就有正式课程，所以这是我们就是中华民国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童军的一个脉络是有童军团的跟童军课，所以那个脉络不太一样。对，其实就前3年那个新冠疫情这一段期间我大概打印这些台湾童军会的教材。大概打印了2-3千张纸吧。你很积极，厉害！真的打印的太多了，所以是能够帮助到你们这边有一个教学上的经验的一个发想。对，是，所以生活算是我比较有在完全自费1-2-3千，我这个成本高嘞。没办法，那个时候就我们这里比较管控的比较严嘛，了解。一户人只能一个人能够出外去买东西，然后商业活动全部禁止了，然后离家不能超过10公里等等活动，那就是正好自己家有打印机，然后就一直在打印嘛。太佩服了，佩服。好，主要是资源缺乏啦，所以要珍惜啦。好，希望这样的回忆有回归到你了，谢谢。非常感谢我一直不断的从你们身上得到许多的启发。不会，谢谢。好，先聊到这里。好，谢谢。谢谢李潜团长。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邀请谁呢？好，秋燕团长有想要提问的吗？想请问老师刚才有提到说
每个人都有专业与不专业啊，那您如何去超越你的不专业的项目？如何去克服？哇，这感觉是什么？就在讲心灵鸡汤之类的。没有，就学啊，就是跟着学这样啊，就是有什么学习的机会，我管道我就学。像也都是因为带团觉得自己很不够，然后开始慢慢去跟着很多的前辈开始学啊，怎么带团，然后就会认识到一些伙伴，就会给到一些资源，然后就是去问。我觉得就是不会嘛，不会就是问嘛，就是我也没有很厉害啊，就是大家就是问啊，哦，原来这个是这样来的，哦，那就是请教这样。就是一路都是这样子，慢慢就是学，所以我觉得童军就是终身学习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各自的经验的。虽然我今天这样子跟各位讲哦，用简报什么的讲的哦，做移花，可是其实也是从很多的经验当中听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慢慢的去整理你自己的童军经验。那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分享看看啊。就是我们讲，我都觉得是野人献曝嘛。对不对？就是大家都互相来求进步啊，也没有什么，就是一定会对或不对，因为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很生活经验的东西啊，对啊，终身学习。我的回馈是这样，终身学习。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可以，谢谢。因为我发现你每一样都很专业，让我们听得很欢喜。好的，谢谢，感谢，就是。谢谢你。至少没有砸了，就是央团的招牌。哦，很棒啊！我听得很欢喜，我的小孩也在旁边听。哦，好，对，好，太好了，谢谢感谢你们的这个肯定，这样谢谢。太感谢了哈，光正团长又造福了福田哈。好，那接下来玉成，玉成今天有来哦，我没有看到你来。看到了，玉成要反馈一下吗？其实我中间才加入，所以我不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没关系，很认真的在报名，所以我报完名才出现在这里。没关系，你们才刚完成什么那个木章的服务而已嘛，你也很忙。对，刚两期的木屐服务刚结束，第一阶段。我觉得你也可以来分享，你的经验是超多的，真的。我们也是慢慢学习。感恩。好，感恩哦。那我们来邀请 JJ 是哪位伙伴呢？来反馈一下吗？叮咚。JJ 林俊杰 JJ。哦，童军界的 JJ。哦，还是安静的哦。没关系，嘿。好，那这样子我们还有没有谁还没有被点到名的，或者是现在有想要提问的？如果没有，我们要让光正老师下课喽。这谁？哇，小德又提。小德又举手了。来，不好意思。来，我在想说，没有像我们的话，我们的团聚会只有半天呐。再就是说，我们的前辈都是跟我们讲说，就是分成2节课，再就一动一静，就动了，静的话就是属于就教技能。动的话就是所谓的游戏，或者是把技能直接让以游戏方式下去执行。好。但是我发现如果马上教马上做，有时候我觉得学员这个伙伴他们会有点吸收不了。OK。那是要这样做，还是说等到下一次？但是等下一次我们团聚会的那种要隔很久这样子。对。而且搞不好人来的又不一样，对，而且可能又忘记了。我懂。我觉得你可以根据学生的状况当场做调整，应该这样讲。我们是说就是计划比不上变化嘛。对啊，计划归计划，我们也常这样啊。比如说，你看我教案刚刚讲那么多，对不对？哇，留着，可是真的碰到有一些状况了，学生他卡住了，你还是要等他啊。你如果只是按照我的教学计划来走。可是你找完了，你讲得很流畅，可是学生听不懂，那还是没有意义啊，或是他觉得挫折感很高。所以我觉得我觉得你的观察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有观察到说，我的学生，我的孩子在我这样的设计之中，他好像有点卡的。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在团务会议的时候来讨论说，我觉得这个设计是不是有一些东西的时间拉长一点，
然后让大家可以更有时间去练习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变成下一次的操作，这可以提出来讨论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没有一定规定说一定要怎样的，甚至我们之前的理解所谓的动静，只是说希望能够营造一个学习气氛，是这样子上上下下的。可是如果来了，今天我的团集会就是要让它实做多一点，那干嘛一定要安排这个所谓的动静？你懂我意思吗？就是这些所谓的标准流程，我个人觉得它是可以被打破的。真正的学习主体是学生，但是这个打破要怎么个打破法？要破到多破？我觉得就是由我们团来讨论出一个共识，然后大家觉得，哎，这样的比例合乎原则。比如说像有些团，他就会觉得传统的东西很重要，他就一定要有一个，就是每次开场前都要大家来传那个诺言，然后念一遍，然后来做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这样的一个营造。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我们这一个团的风格，我们怎么来完成这件事情？那学生跟我们才是主体嘛，对不对？制度是死的嘛，可是我在教学是活的啊，那我怎么让学生在自然而然过程当中，他也学到了，他也不会压力那么大，这样其实不是更好的方法吗？好，所以我觉得就是打破那个框架，不一定说一定就是动静怎样，没有规定的，你也可以就是整堂课都很静的，谁规定一定要动？按我们既有既的目标啊，比如说今天就是先来做前进集会，然后过程当中来理解故事，团长讲故事，然后来看着烛光，这个没有什么动啊，而且这个如果是这样的安排，动也很奇怪吧？对，的确，对不对？所以回到你的上位概念去思考，我这一个礼拜的这样的一个2节课的团集会，我的目标是什么？那下一次来了，它能够衔接就衔接，不能衔接也没关系。我们因为毕竟就不是每个礼拜在上的课，可能就是不是每天上的课，所以人来人往，大家可能留的人来的走，所以有一个比例拿捏有就好了，但不要太细，因为太细可能或者衔接度太紧密，哇，那个没有来，那个没有来，那没办法了。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弹性变通就好了。好，谢谢。好，谢谢小的再次提问了，我们谢谢光正老师。那好，各位满意了吗？好，哎，我感恩大家。好奇哈，我可以提问一个问题吗？好，不好意思，我可以提问一个问题吗？还是我私下来提问？好，好，我想这个应该可能也许对大家可能也是有点兴趣的哈，就是刚才您提的一些相关的内容，我感受到有一部分其实它应该是属于是有工具书的是吗？像比如说你刚才什么什么有几 A 几 B 的，然后后面就是会有一些代码的这些对应的，刚刚在讲关于上位的我们的学习的，那个是我们综合活动的领纲。综合活动有一个课程的，我们有一个领域纲要啊，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今天的分享主题就是领纲嘛，那个是领域纲要啊，那个就是教育部这边有召集一些那个专家学者，然后共同把纲要的部分来做出来。OK， 所以像这些是在网络上是可以看得到的吗？还是？我直接贴链接给你，可以直接下载，链接在这里。理解，谢谢。好，那国民中小学暨普通高中课程纲要是属于综合活动领域，所以这个里面你不只看到童军，你会看到辅导活动跟家政。OK。那我们整个中华民国国中有8大领域嘛，所以每一个领域都有他自己的领域纲要。所以教科书就是根据这个纲要，然后去招那个厂商去找一些学者来，然后找一些在场的老师，然后我们就设计出教科书。所以这个是所有的那个教科书的课程设计最需要去看的东西。对，你们认真的这样，果然是重要的该来哈。好，太好了，珍贵的资源，大家可以好好的把这个连结给。反正是对我来讲，这个就是综合活动的课程圣经了。我们都是依据这个概念在讲课程的。了解，这个感觉很值得去花时间好好的去研读。对，如果你们是童军团本身在做运作，你们可以参考，就是原来国中端现在有在上这个原来
原来是吗？对，应该说，原来我们在团体会设计活动可以怎么去设计？可以，对 ，OK。因为像我副社团的话，就是由小至大落差很多。是啊。这到像我是就在情谊跟同居这部分在帮忙的，所以我觉得说，哇，真的这样子真的有点妙，因为混龄的教学设计有混龄教学的模式，但是混龄教学设计的困难之处就是你比较没有办法那么聚焦一个很具体的学习目标。但你反而就是要稍微让自己松一点、弹性一点是可以的，因为本来就混龄的。没有，我们是有各团将会有分开啦，只是说有时候要资源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那些概念上就会有点混淆。就是对，所以我开始才会说，那个幼童跟那个就是同居或行医这部分，这样子同居行医可能还可以理解，在幼童可能就不行了。所以你要变成针对你的受众去改变你的教学策略。同样在讲方位，但是讲方位的知识的内容就要简单，方法要多元，策略要好玩，这样就好了。就是不要讲太深，因为年龄受众不同。对，有些人就完全听不懂。对，所以这就是你考验你怎么去跟不同的人讲话呀。就像你今天要这样讲一个很专业的东西，你跟一个人讲他听不懂，那重点就来了，他问你为什么要讲这给他听。如果你认为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你就要简化你的教法。如果你觉得我觉得很重要，那我们就要思考，那学生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就要学这么深的东西吗？对呀，有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自己想要透过这个教学，让自己觉得搞我这个好哎。所以其实教学是一门艺术啊，我觉得它其实在不同的方方面面都会考验到我这个教学者的思维。因为我学的就是这些东西，但是这些可能完全听得懂，这些可能就只能听一半或者说1/4，所以我觉得那些他们听不懂的话，我就觉得比较对不起他们的感觉。你可以在教之前，如果你真的想要增进你的教学能力的话，你可以先找人试教。就是我们讲嘛，这个就是没有什么方法跟捷径的嘛。就像我如果今天要跟你请教你的专业，我一定要是一知半解啊，我一定要先从你那个最基础的开始练啊，都是这样子啊。你知道我最近的挫折是什么？知道吗？我的学校的国3的同学，每天中午都会拿魔术方块来考我，我都不会。他们很厉害，他们可以就是你知道吗？像国中生很厉害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我知道。我跟你讲，我研究超久，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就可以好。我也没办法。不是，就3个这样转出来就好了，我就停。你一定要告诉我方法，为什么转右边转左边，逻辑什么？他讲不出来。他说你如果讲不出来，你就看就对了。他们说那是有那种有那个什么。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自己在学新东西的时候也会有挫折。的确，那学生也是这样。你觉得很简单的东西，对他讲很困难。所以我觉得教学相长，像我现在就是一直想办法搞懂到底有没有方法，到底有没有办法，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好，谢谢。好了，谢谢各位喽。好，感谢各位。那我们今天让老师休息喽。模仿。好，那就那个板桥250今天都在那个线上回馈非常好，感谢你。对 ，OK， 好，拜拜，谢谢各位。J 举手是吗？J 有没有什么话想聊？没有，他离开了。OK， 好。他应该是按错。好的。好啦，那今天就先这样了，晚安，下礼拜见。晚安，好，晚安，好，大家休息了。好，那团长，拜拜。